走快点，莫磨蹭，前头就是寒山寨了。天黑前赶不到，今晚全都在野地里喂大葱。奸贼当道，我临门3代清流，竟被流放至这等蛮荒之地，这分明是要我们全家的命！老爷，这穷山恶水的，不仅瘴气重，连块平整的地都没有，咱们一家老头可怎么活？打个佛，寒山这范儿，石头比土多，去了就晓得啥子叫求生不得喽！快起来走！差大哥，按大禁律，留人未到安置点前，官差不得无故动用私刑。我们走就是了。爹娘，大哥，别哭了，你们仔细看这山。看什么？除了石头就是野树，哪有半点生机？流放寒山，这地方我熟。5年山区浮萍，最熟的就是这种山地环境。别人眼里的鬼门关，对我来说是从头再来的起点。大哥看的是荒凉，我看的却是宝地。这土捏着成团，微湿带黏，是上好的红掌。看那扇山腰长满了常绿的护月林，说明地下必定有暗河水线。有土有水，怎么就活不下去？夏儿，你莫不是这个受惊得医症了？你以前连灶台都没下过。娘，生死关头人总是要长的。我没疯，我清醒得很。这寒山虽偏，但天高皇帝远，我保证不仅能让全家吃饱穿暖，还能把这日子过得比京城更红火。好，我林家儿女就该有这等骨气。爹听得先把命保住。哟，前御史大人嘞，欢迎来到寒山寨。喏，这间风水宝地就是你们以后的宅子喽。要怪就怪你命不好，明早钟响就得上山砍柴，完不成了没得饭吃。破是破了点儿，好歹是块自家地盘。大哥，去后院找些干草，支东去捡石头。今晚咱们先给这破屋翻个新。这怎么住？连遮风挡雨的顶都没有。周婆皮故意欺负人，我去找他理论。站住！你去找他，只会挨鞭子，换不来半片瓦。主梁没烂，墙体还能用，补屋顶盘土炕，今晚就能凑合住。造孽哟！这屋子漏得像筛子，你们细皮嫩肉熬不过夜里3风。多谢婶子费心，我们林家人命硬，扛得住。爹娘清理蛛网烂木当柴，大哥去院里挖坑取黄泥和泥浆。我是秀才，怎能去和泥？寒山不认圣贤书，只认干活的手。嫂子怀着身孕，你忍心让她睡泥地？好，我和。二姐，我好饿，这点粗粮只够2碗溪水。天都黑了，你拿刀去哪儿？后山找茅草吃食，粮食留给爹娘嫂子。阔叶林下多腐木，湿度更好。这丛鸡枞菌可是极品，爹娘的胃有救了。粪便潮湿，洞口有新挖的土。今晚的荤菜就看你了。二姐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好大的老鼠！妹妹，未出阁姑娘怎敢碰这污秽之物？快扔了！大哥，这不是普通老鼠，这是吃竹子长大的竹鼠，肉质肥得很，在京城酒楼里，这一只得卖2两银子。娘包笋，大哥生火，今晚咱们吃顿热乎的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！妹娃子，你锅头炖的啥子名房啊？咋个这么香嘛？莫不是把三神爷的贡品偷来煮了？王婶儿，山里到处都是宝，只要敢伸手，山神爷的贡品也能进咱老百姓的碗里。我真以为我们要饿死在这儿了。夏儿，你受苦了。好香哦！你们这帮贼配军，日子过得比老子还舒坦。哪个让你们偷吃山里的野味了？不晓得规矩没？大境哪条律法规定不许留人上山寻食？在这寒山寨，老子就是王法。后山是官家的地，这篓子里的东西，连同锅里的肉，全部充公。
赵玉3成分子，今晚就把你们丢进水牢。你个砍脑坑的疯婆娘，敢对朝廷命官动刀，老子今晚非把你们一家老小全部锁进大牢！你敢？你这草菅人命的酷吏，我爹要上书告你！朝廷命官周逸晨，你身上穿不过是不入流的杂役好客，连个9品官身都没有，也敢在此妄亲王法？大晋留人安置律卷3第7条写得明明白白，留人垦荒采樵前3年免一切赋税。卷5又定，无主荒山，关山民用不敬。后山既没设官家路障，又没贴封山告示，我采野凶抓逐土，合理合法。周逸晨非要强收3成分子，到底是不懂大晋律法，还是想背着州府知州大人中饱私囊啊？对头，平时克扣口粮就算了，凭啥子我们进山捡个干菜都要被你抽税？没得这种道理。就是，明天我们就去州府击鼓鸣冤，问问知州大人是不是有这条规矩。算你娃牙尖嘴轻，这穷山恶水，老子看你们也老小能熬过几天，走着瞧。想要他了，快跑啊！别往外跑，外面更黑。大哥，有住门框，知州拿盆接水。墙都化成泥水了，这屋子彻底毁了，咱们怎么过冬？毁了就重建。大哥，去把昨晚淋湿的稻草全都抱过来，切碎掺进泥里。这些泥怎么砌墙？不用泥砖，咱们用干打漏筑墙法，两边夹上木板，把掺了稻草的泥土填进去，一层一层用杵夯实，只要干透了，比砖墙还结实。白虎大人，这帮京城来的老爷小姐，细胳膊细腿的，哼，那个墙是在过家家，怕是风一吹要倒哦。顾百户，你来收人头税。躲开！照你这个砸法，明天也垒不完一面墙。胆子挺大，敢拿刀砍一晨的手。这寒山寨可不是讲律法的地方。所以我不光懂律法，还懂怎么在这儿活下去。今日多谢顾百户，这份力气我林家记下了。没长眼睛们，哪个准你们外来的逃犯抢我们山寨的水喝？这淇水乃是天降甘霖无主之物，凭什么说我们抢水？在这座山上，老子们的话就是规矩，再敢来碰的，废了你的手！再不滚，老子今天就给你放点血！住手！女娃子，莫怪我们不讲理。这山泉眼小，你们这些外来的流犯，天天拿烂桶来搅和，把底下的泥沙全踩翻了。我们全寨人都要喝黄泥巴水。阿树，这水浑，怪不得我们留人，怪你们取水的法子太笨。妹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们人多势众。大哥，帮我把这2根半片竹子首尾套紧。
源头水直接接引出水，脚不下水，泥沙不翻。阿叔，这水还浑吗？硬是甜的，一点泥巴腥味都没得。你这女娃子脑壳好灵光。算你娃有点本事，以后这朱童子接的水，你们6人也可以打。山里湿气重，我看阿叔刚才下坡时膝盖僵硬，必定常年受风湿之苦。这是我昨天在后山采的威力参和透骨草，拿回去熬水热敷，能拔除关节湿毒。要得，算我承你个人情。我的肚子好痛，血见红了，霞儿，你嫂子见红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霞儿，这荒山野岭的，连个大夫都没有，你嫂子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呀！脉象滑数不稳，嫂子这是白日奔波劳累，夜里又受了阴寒，导致气血翻涌，胎气大动。大哥，去烧开水。我去30连外的镇上请大夫。等你走个来回，嫂子早没命了。镇定点，我去后山。苎麻根止血，黄芩清热，菟丝枣固胎，这3味药熬成浓汁，必定能稳住胎象。夏儿，你从前只学女工，到底何时懂得这医理？爹书房里的古籍医案那么多，我闲来无事背过几个救急的方子。娘，快扶嫂子起来灌药。保住了，咱们林家的血脉保住了。命是保住了，但这屋子寒气重，嫂子需要长期的营养和安稳。咱们不能只图温饱，必须得有自己的营生。古百户就是这家，听说昨晚上连监红的花胎都救回来了，神得很。林姑娘不光懂律法，会筑墙，竟还精通岐黄之术。顾某营中将士深受恶疾折磨，特来一方救命草药。求药可以，拿地来换。古百户养得专心喽，用了好几种草药水洗，越洗越烂，家都传不住喽。寒山瘴气湿毒重，将士们大半染了这等怪疮。林姑娘若能解此症，顾某必有重谢。这不是怪疮，是山林湿气过载引发的急性湿疹，光用水洗没用，得拔毒敛疮。马齿苋清热毒，艾草告湿止痒，苦参杀虫利尿，捣碎了熬成年膏，敷在患处，3天结痂脱落。竟有如此见识！这10两碎银，买你的药方。我不要银子，我要山后那片坡地的正式康泉，白纸黑字盖上寨衙的大印，且无论种出什么，前3年免付。妹妹，荒地能当饭吃吗？咱们连过冬的粮都没了。百户大人敢不敢赌？把地给我，半年内我种出的粮食能给全寨做表率。有胆识，拿我的军令去战赵州一时华地，若半年种不出粮，我拿你试问。哎呦，顾百户特批的开创地哦，可惜喽，好地都分完喽，只剩下东头那片乱石坡。你们林家这么能干，就在石头缝缝里种金子嘛。胡说！那乱石坡连土层都没有，全是拳头大的石头，坡陡的连牛都站不住。你这是存心刁难。就这地爱要不要？不就把北户户大人的牌退回去？我要了。周奕晨，希望你以后别眼红。完了，这地连根草都种不活，这不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吗？大哥，你懂什么？石头能蓄热，宝土能深翻，只要这山坡还在，我就能把它变成满山金黄的梯田。妹妹，这石头下面根本没多少土，怎么种庄稼啊？大哥，顺着这等高线，把捡出来的石头垒成田埂，既能固住泥土，又能挡住雨水往下冲，这就是梯田。这块主石不出，这片地根本连不起来。林家妹子，古百户怕你们被石头砸断腿，专门带我们来卖苦力喽。绳子给我，拿杠杆来。起！
顾百户好臂力，今日你帮我拔了这颗钉子，他日我还你一片粮仓，算这行啊。妹妹，你把这些烟安污秽之物埋进地里做什么？这叫堆废法。乱石坡土层太薄，没有肥力，把落叶、腐草和粪便埋在底下发酵，明年这土就能肥得流油。而且不能只种一样，上层土干种耐旱的果树，中层上扬种高产杂粮，最下层靠近水渠全种蔬菜，这就叫立体种植。硬是没听过这种种法，这女娃子脑壳里装的是神仙书没？暴雨来了，刚翻的土全要被冲走了！保住了，妹妹，石梗没塌，咱们的土连一捧都没被冲走。只要排水沟不堵，这半亩地就是铁打的粮仓。大哥，快去疏通下水口的碎石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哦！我种了大半辈子的地，硬是头一次见坡地能存住水的。这女娃子莫不是懂仙法？邻家妹子，我们的2亩地全被冲光了，底下的屎都露出来了，这以后可咋个活啊？不是仙法，这叫梯田。大家看，外层垒石挡水保土，内侧挖沟排涝，哪怕是乱石坡，也能变成好良田。真的，竟有这法子！妹娃子，这手艺你能教教我们不？只要能活命，婶子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乡亲们，咱们都是流落至此的苦命人，理当抱团取暖。这修梯田的法子，我绝不藏私，无偿教给大家。但一家一户干太慢，咱们几家凑在一起，按山势连片修筑，互相帮工，如何？听你家妹子！给老子停下来！哪个准你们在这片坡上动土的？这地是一臣划给我们的荒坡，白纸黑字盖了官印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官印，这乱石坡过了那条溪，就是我3名祖祖拜拜的大理领地。你们6人开荒，占了我们的地界，今天不把退出来，老子现在就叫人砸了你们的这石头看看！阿叔发话喽，砸！把这些石头看看，全给老子砸得稀巴烂！敢抢我们的大裂地，让他们一颗粮食都种不活！这地是我们一捧泥一捧泥垒起来的，你们敢砸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砸啊！砸碎了这梯田，你们山寨今年冬天就接着啃树皮，饿死人！你们守着这座荒山，除了几只野兔，能打到多少肉？我们合作，留人出技术和劳力开荒种粮，你们山民出林地和经验巡山护林，收获按比例分成。就算天塌下来，这梯田里的产出也足够2家人一起吃饱肚子。女娃子，你当真愿意把种粮的手艺交给我们，还分粮食给我们？灵之下一口唾沫一个钉，不仅分粮，我还教你们修灌灌渠，让你们以后再也不用靠天吃饭。要得，这比买卖划算。阿强，把刀收了，叫兄弟伙计过来帮牛人搬石头修田埂。居然让他们两边合拢了！这群贱皮子想在老子的地盘上翻身，做梦！去，他们地里刚冒头的菜苗，全给老子拔得干干净净！嘿，让你们种，老子今晚给你们薅成个光头！仙人板板的，啥子声音？抓头苗贼了！
毁我们的救命粮！老子今天剁了你们的手！阿强哥，刀下留人，不要动私刑。妹妹，他们要断我们的活路，为何不打？打死他们，咱们就有理变没理，成了杀人犯。大晋律法和军规不是摆设。说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别杀我们！是周义辰，他让我们把苗拔光，断你们的念想啊！好得很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大哥，阿强哥，把人捆结实了，咱们现在就去敲百户大人的门。周义辰，留人垦荒乃是朝廷大政，你身为官吏，竟敢指使手下毁坏青苗，你可知罪？百户大人，这是两个鬼子诬陷我，我绝对没得干做生儿子没屁眼的事。还敢狡辩？按大境均垦律，毁坏青苗者，严惩不贷。念你战无大过，罚你半年俸禄，且必须按双倍市价赔偿邻家所有菜苗损失。明日一早通报全寨。林姑娘，先别急着高兴，我刚接到赤搜急报，临县的春寨被一伙流寇屠了。流寇？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了？正朝我们寒山寨来，最多半月就到。寒山寨无险可守，我手下只有几十个老弱残兵，这刚种下的满山青苗，怕是保不住了。天杀的流寇哦！临寨几百口人全被杀光了，我们寒山寨连个挡风的城墙都没得，这下全都要遭殃了。好吧，往深山老林头钻，往生活捞一个是一个。都给我安静！好，拖家带口，你们能跑过流寇的战马吗？进了深山，就算不被流寇砍死，也会被大虫吃掉。妹妹，可咱们这寨子四面漏风，怎么守啊？没有城墙，我们自己建。半个月时间，去哪里开采那么多条石筑墙？不用纯石，咱们全寨老小一起上，用老法子干打漏筑土墙，里面夹碎蛇稻草，外层涂黄泥，只要夯得够紧，刘婆的刀砍上去，连印子都留不下。顾百户，你带你的人和青兆年在墙外3丈远的地方连夜挖坑，不用太深，1尺半即可，呈梅花桩交错排列。陷马坑？你想折断流寇骑兵的马腿？不止。王婶儿，你带全寨妇女去后山砍荆棘，把最毒最刺的荆棘藤全铺在陷马坑和墙根下，我要让他们连寨墙的边都摸不到。好一道铜墙铁壁，有了这道墙，加上外围的荆棘带，普通山匪就算长了翅膀，也飞不进我寒山寨。仙人板板的，情报不是说寒山是个没城墙的破寨子吗？咋个凭空冒出来这么高一堵土墙？快回去报给大当家！流寇最迟后日便到，寨墙虽固，但寨衙粮仓里的粗粮只够全寨居民吃上3天。一旦被围，不出1月，我们就会不攻自破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往州府求援的信使还得好几天才能打个来回，难道真要饿着肚子守城？谁说我们要饿肚子啊？百户大人，大哥，随我下地。下地？你之前种在乱石坡的那些绿藤蔓，可那儿连个麦穗都没长出来啊！林家妹子，这绿叶儿又不能当饭吃，你叫我们拿锄头来干啥子嘛？哎呦，这地下咋个长出这么多泥疙瘩？果实不在藤上，在地下。大家看，这叫土豆，极其耐旱，不挑地，1亩产量抵杂粮3倍。切片晒干，做成土豆干，极其耐储存，开水一煮就能饱腹，是最好的军粮。又面又沙，饱得很。有这鲜果，老子能在墙上跟那帮流寇耗上1年。顾百户，林姑娘，州府的知州大人下来巡查民生，车驾已经到寨门口了。知州大人，您看，
这就是下官苦心孤诣，带领这6人开荒种出的高产鲜果啊！下官为了这寒山屯田，可是呕心沥血，夜不能寐啊！好一个高产鲜果！周逸臣，你为朝廷立下大功，本官定要上表为你请赏。大人您看，这都是下官不分昼夜翻烂了古籍才寻到的高产鲜果，下官亲自下地，手把手教这群蠢笨的利用种的。周逸臣真乃朝廷栋梁，本官问你，此等鲜果是用种子播撒，还是用根须穿插呀？自然是整颗埋进土里，多浇几桶水，它就自己长出来了。荒谬！整颗埋土里只会烂根发臭，土豆须切块，每块必带芽眼，裹上草木灰杀菌防腐，方能下地。乡亲们，你们且说实话，这漫山遍野的高产作物，还有那精妙绝伦的梯田，到底是谁教你们种的？呸！自走大老爷，你莫听这个看老坤的周头皮放屁，他连锄头爸爸朝哪边都不晓得，全是我们邻家妹子教的。对头，他不仅不教，还半夜派人来拔我们的苗。要不是邻家妹子带着我们修梯田搞堆肥，我们早饿死喽。大人，这是寒山寨的屯田策，周逸成不仅寸功未立，还屡次克扣补剂，阻挠开荒，请大人明察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欺瞒本官，贪冒大功！来人，拔了这狗官的号册！大人饶命！大人，下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林姑娘深明大义，精通农桑，自今日起，这寒山寨的屯田管事之职由你全权负责。周泼皮贪夺一切实权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大哥，快回家！嫂子摔了一跤，流了好多血，要生了！快去大营把军医给我拽过来！军医都是制刀伤的租汉子，哪会接生啊？这寒山寨连个稳婆都没有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夏儿，你嫂子这是胎位不正啊，这可咋个办嘛？妹妹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怎能见这血光之灾？万万不可啊！人命关天，蒋氏酸府规矩。大哥，去灶房把所有的开水都端过来。娘拿人参片给嫂子缠着吊气，我来接生。嫂子，吸气，跟着我的节奏，用力。那帮龟儿子把老子往死里整，这口恶气老子咽不下去。兔子拿去，哪段再抢嘴爆，哪条线马坑是虚的，全标得清楚楚。今晚就去屠村。算你儿思想。大当家说了，4成之后，林家那水灵灵的美娘赏给你耍。看见头了，嫂子，最后一把力气。神喽，母子平安！林家妹子应是神仙下凡喽。天不绝我林家，在这寒寒之地得了长孙，就叫他林望安，盼他一生平平安安。百户大人，后山林子里头不对劲，连虫子叫声都没得喽，地面在抖。点烽火，敲龙锣，全军上墙，流寇来了！图上标得清清楚楚，这墙根底下全是乱泥巴。兄弟伙些，给老子冲进去！男的杀光，女的抢走，粮食全搬空！有陷阱，地下全是坑和倒刺。想屠村？先问问我修的这道墙答不答应？阿强哥，放滚石，王婶儿倒辣椒水。砸死你们这帮龟儿子！来嘛，尝尝老娘给你们熬的洗澡水！仙人板板的，这图纸是假的，中计喽！快撤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当我寒山寨是无人境。开侧门，迎敌！哼，
寒山寨三面环山，连州府兵马都难找准防线死角。你们这群无头苍蝇是如何精准摸清虚实的？好汉饶命！是你们寨子里那个叫周泼皮的官爷给的图纸，说只要屠了寨子，财物全归我们，只求弄死林家的人。引狼入室，卖国求荣。顾百户，这等内gây奸贼，天理难容！老子是朝廷命官，顾百户，你纵容这帮刁民帮我是要造反吗？我清白得很，没得罪。清白？这图上连陷马坑的虚实都标得一清二楚。除了你这个曾经的义纯，谁能拿到这么详尽的寨房图？这是有人偷了我的图，这是诬陷！你个看老空的龟儿子，给你什么烂图子，害老子惹了这么多兄弟伙！就是你昨晚亲手把图交给我的，还说4成之后分你3成财物。天杀的畜生！我们平时找你盘剥就算了，你居然要引贼来屠村，连刚出生的娃娃都放过，打死他！人证物证俱在，周抛皮，你身为大晋官吏，贪墨屯田银两仙，暗揭流寇，谋逆在后，按大京律，罪无可恕，即刻革去一切公民职务，带上100斤重枷，押送州府死牢定罪，家产全部充公。好的好，寒山寨终于干净喽！内贼已除，外患已平。林姑娘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顾百户，咱们现在的梯田只能靠天吃饭，那条小溪的水量根本浇灌不了满山的药材，我要干一票大的。哎呦喂，林家妹子，这崖壁陡连猴子都爬不上去，在这上面开凿运水口，怕是要摔成肉泥哦。妹妹，人力岂能胜天？这悬空水曲，咱们还是算了吧。天堑也能变通途，只要在崖壁上打入木桩，开出导水口，铺上木水渠，水就能顺着坡度自己流进寨子。既然林姑娘画得出图，顾某就凿得开这石头，上面的人拉紧绳子，放我下去。左移3尺，那里是岩层断裂带，往下凿出3寸深的引水桥，接上我们的竹间。水通了！清凉凉的水哦，这次都不用下寒山跳泥巴水了。神奇，我们寒山寨活过来喽！水引下来了，接下来你还要种满山的土豆吗？不，土豆只能管饱，却不能致富。我要在这寒山上大规模开辟药田。乡亲们，有了这源头活水，我要教你们种金银花、板蓝根、柴胡。我要打通商路，让外地的商队踩破我们寒山寨的门槛。大家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？王婶，金银花必须在花未全开、色白如银时采摘。这几朵开炸了的、带了泥巴的，全挑出来，只能咱们自己留着熬水。要得要得，没娃子规矩严得很嘛！大家伙把眼睛顾大点，见干净些，砸了咱们寒山的招牌，我第一个骂他。林家妹子，这些山草草真的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哦？外头的大老板能看上咱们这穷山河谷的东西没？成色倒勉强凑合，但在你们这深山老林里，山路难走，运费贵得很啊！最多给你们30文1斤，我全包了。30文？州府药铺里那些劣等杂药都卖80文1斤，你这简直是趁火打劫！50文1斤，少1文都不卖。我们寒山寨的药统一烘干泡制，无杂质，无碎末，药效是外头野药的2倍。老板要是嫌贵，大可以去别处收那些掺了泥掺发霉的次品。算你这女娃子厉害，50文就50文，以后你们寒山寨这药，我张记全要了。
乡亲们，这是咱们几个月来流汗赚的第一笔银子。以后咱们不仅卖草药，还要卖统一包装的笋干菌子。只要挂着咱们寒山的牌子，就不愁销路。祖祖辈都在这山里受穷，有一天他能靠地里赚到真金白银。林家妹子，你带我们走上活路喽！夏儿、妍儿，是京中门生送来的密信。爹，先生说什么？构陷咱们家的奸相贪腐败露倒台了，当年的案子朝廷要重审，咱们林家沉冤得雪，嫔妃有望了。苍天有眼，那奸相贪腐案败露了，当年被他构陷的忠臣全都在重审。门生说，咱们林家的案子马上就能翻案了。哈哈哈哈！我林家3代清明，终于不用背着这乱臣贼子的骂名了。娘，快收拾行囊，门生在京中打点，咱们很快就能回京城了。对对对，终于能回去拜祭林家的列祖列宗了，我这就去收拾细软。大哥娘，把行囊放下。妹妹，你这是何意？咱们马上就能脱离这苦寒之地了。京城风云变幻，重审到平反中间有多少变数？门生打点那是虚的，平反是迟早的事，但咱们的命得自己攥着。当下最要紧的是把寒山的日子过好，不管回不回京，手里有粮，背后有墙，才是咱们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报！急报！顾千户，大股山匪集结，足有上千人，他们扬言要踏平寒山寨，给之前死在这里的兄弟报仇啊！林姑娘，这一次来的不是百十骑流寇，是上千人的山匪大军，他们要血洗寒山，寸草不留。上千人，咱们寨子连青壮年加上士兵，也不过区200-300人，这怎么挡得住？挡不住也要挡。寒山寨是我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家，谁敢动我的地，我就要他的命！婆娘些，手脚麻利点儿，不想让娃娃被山匪抓去，就把水烧掉醉滚烫，烫死那帮杂种！兄弟伙些，给我快点，用巨木城门死死顶住，一只苍蝇都莫放进来！我们兵力太少，绝不能硬碰硬，必须层层消耗敌军。让阿强哥带人在寨外主路上再挖3道陷马坑，全部拉上极细的绊马索，铺满毒刺荆棘障碍。我在山头安排了山民斥候放哨，但山路崎岖，若上千敌军奔袭，斥候跑过来报信，根本来不及防御。那就不跑，用光和烟在这4周山头建简易的预警哨塔，堆满狼粉和尸柴，发现敌情立刻点燃。我们要用烽火传递消息，提前预警。这道寨墙就是我们的家，墙后是我们的妻儿老少和血汗良田。有了林姑娘布置的这套防御，就算兵力悬殊，我们也足可守上10天半个月。只要拖住他们，州府援军必到。死守！死守！二姐，你看那边。来了。咱们人少，耗也把他们耗死，给老子城头的上100银100两！顶住，绝不能退半步！阿强哥，左翼云梯到金枝，大哥带人把备用滚石推上来，砸断他们的梯子。
被发现了！撤！点火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干黑魔，和老娘的洗脚去吧！妹妹，没石头了，咱们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？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！是州府援军，援军到了，全军听令，开寨门，随我出城绞杀！顾燕死守寒山有功，斩杀匪首，特拔爵为寒山千户，赏银500两。禀将军，此战能胜，全赖林姑娘的奇阵与全寨百姓的死守，这份功劳有一半是他们的。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！本将正向智州大人据实以报，如今匪患已平，商路畅通，这寒山以后有太平日子过了。太平了，那咱们的药材和山货开往之卖大价钱了。哎呀，这笋干成色确实绝佳，但你们这竹篓子也太讲究了，还得打上烙印，连篓子带货，我出1两银子一筐，包圆了。老板，曾大爷看清楚了，我们这竹篓子上垒的可是寒山2大字，除了我们这个寨子，到天边也买不到这么干净的货。王婶说的对，老板，我们的货经过3次筛选，不掺沙不带水，这寒山的牌子就是品质的担保。2两银子一筐，不还价。你若不要，后面排队的岭南商队马上就到。林掌柜做生意硬是霸气，2两就2两，给我装50筐。乡亲们，对正分钱。4两啊！我活了20年，硬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真金白银，咱们这日子比州府的老爷过得还滋润哦。妹妹，这半个月的进项，抵得上我从前在京城做10年教书先生的数封了。唉，林姑娘，这是昨日州府刚批下来的户籍黄册。自打咱们寒山寨打通了商路，周边几个县活不下去的百姓，全都拖家带口求着要迁入寒山定居。人多是好事，咱们下一步要大规模扩大药田，再建几座工坊，正好缺劳力。只要肯干活守规矩，寒山寨就给他们一口饱饭吃。穷山恶水，竟真被你凭一己之力，生生造出了一座世外桃源。顾某戎马半生，从未负过谁，今日。京城之道，前御史林松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林松贪作一案业已查清，纯属构陷，今特赦林氏全族流放之罪，召林松即刻回京复职。钦此。终于能回去了，这破眼台我带走，留作警示。等回了京城，我定要重考功名，重振门楣。阿弥陀佛，祖宗保佑，咱们一家全虚全眼的熬过来了。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要祠堂给列祖列宗上3炷高香，望也能在京城平平安安的长大了。夏儿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大家都在商议回京的行囊，你这屋里的东西打算带走哪些？爹娘，大哥，你们回京吧。我不走。妹妹，你疯了！圣旨已下，我们林家不再是流犯了。你留在这穷山恶水做什么？大哥，你眼里这是穷山恶水，我眼里却是金山银山。这层层梯田是我一镐一镐刨出来的，那引水渠是我一寸一寸搭起来的。这寨子里几百口人，现在全指望我带他们种药田卖山货。京城少了一个林家千金，不过是茶余饭后少了一点谈资。但寒山寨如果没了我，这刚刚燃起来烟火气就断了。我的根已经扎在这里了。好一句根扎这里。我林松半生为官，自诩清流，却不如我这女儿造福一方来的实在。
人各有志，爹不强求。你放心，留在寒山大展宏图，京城那边爹替你顶着。多谢父亲成全。千户大人，林姑娘这只金凤凰终究是飞出咱们这穷山沟喽。顾千户，顾千户，林家老爷和少爷收拾行李喽，但林家妹子说她死都不走，她要留下来带我们种药田。去库房把顾某这些年攒下的全部军功牌和所有俸禄银两一文不剩，全给我拿个红布包起来。林姑娘，顾某是个粗人，不懂京城里那些弯弯绕绕的文人词藻。这包里是我戍边12年攒下的全部俸禄，还有8块拿命换来的军功铁斑。顾千户这是何意？要入股我的药田？入股你这个梗！既然你决定把根扎在寒山，顾某愿意舍了这身军功，陪你一起守着寒山，守着这片地，你可愿意？分量挺足。顾燕，其实从你帮我撬开乱石坡那块巨石起，我就看好你了。这红布包我收了。哎呦喂，我就说嘛，咱们寒山寨这头威风凛凛的公狼，迟早要林家妹讨牢。祝两位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哦！林家妹子配鬼子虎，那就是文武双全，以后谁敢欺负咱们寒山寨，那是活腻歪喽！干！顾燕，老夫明日便要启程回京，我这女儿性子烈，主意正，以后她就交给你了。你若敢让她受委屈，老夫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从京城杀回来。傅大人放心，只要顾燕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让之下受半点风霜。妹妹，保重啊！等大哥在京城站稳脚跟，定把寒山的山货卖到皇宫里去。大哥放心，一路平安。好了，送别结束，都去田里。今天必须把新开的药田播完种。大胆！京城钦差巡查西南屯田。尔等刁民还不速速跪迎！你就是那个抗旨不回京的林之夏？哼，本官乃丞相门生，奉旨巡查。听说你在寒山大搞奇技淫巧，劳民伤财。今儿个本官倒要好好查查你的账。荒唐！这穷乡僻壤的，1亩地能产几千斤，分明是囤数量虚报，意图骗取朝廷赏赐。还有外面那道土墙，2丈多高，这是寨墙修建为制，你们想谋反吗？大人，产量是知州大人亲自下地核验，盖过州府大印。至于寨墙，那是为了抵御流寇，保境安民。巧言令色！本官看你们那什么寒山山货铺进出商队络绎不绝，账面上却没有几两税银，分明是山货交易透税漏税。在这些烂账没核圆清楚之前，朝廷拨给你们寒山寨的屯田银两，本官全部扣下，一文不发。还有外面那条什么填空水渠、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，即刻派人给本官填了。你敢？你敢？那水渠是全寨百姓用命凿出来的。顾千户，你想抗旨造反吗？大人想查，我们奉陪到底，真金不怕火烂。我们愿意陪着钦差逐一核所有的田地和账目，但若想填水渠，大人得先问问老天爷答不答应。遭不住了喽！林家妹子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哦，后山你把水像疯了一样冲下来喽，山洪爆发喽！快护驾！来人，快护驾！知下，水势太大，必须去开闸泄洪，否则梯田会被冲垮。阿强哥，敲锣，叫所有青壮年带上铁锹，跟我上山护渠限流。去吧，去吧！等你们这破墙烂局被冲垮，水淹寒山，本官就定你们个死罪！这么大的雨，那面子工程的烂水渠早就垮了。来人，准备拿人定林之夏一个死罪。钦差大老爷，你睁开狗眼看清楚喽！咱们的田连一根苗苗都没断，水渠把洪灾全排空喽！你想填咱们的渠，就是断咱们的命，想治林家妹子的罪。你先问问我们全寨几百口人手里的扁担答不答应？
反了！你们这群刁民是要造反！顾千户，你身为朝廷武将，快把他们拿下！大人看好了，寒山寨2000亩梯田，300亩药田，在此次百年暴雨中分毫未损，账目清清楚楚。哪怕拿到御前对阵，我们也问心无愧。若朝廷连这种保境安民、丰衣足食的实际都要治罪，那你这个钦差究竟是在为皇上巡查天下，还是在为你那倒台的丞相恩师公报私仇？本官绝无私心，寒山屯田奇迹乃大功一件，本官定会如实上报朝廷，为你请功，为寒山寨请功。皇上有旨，临之下接旨。民女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林氏之女之下，垦荒屯田，筑城御敌，现高产仙种，解边关之急，修悬空水渠，造千秋之福，实乃天下女子之楷模。特破格敕封为寒山县君，将这寒山方圆百里赐为县君10邑封地，钦此。臣女林之夏，领旨谢恩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县君，咱们林家妹子成皇上亲封的娘娘了，这片山以后全都是没牙子的了。赵钦差，皇上还有口谕，你身为巡查御史，不思体恤民情，竟敢构陷忠良，贪墨屯田粮饷。林老大人在京城已将你的罪证悉数交御前，来人，摘了他的乌纱帽，扒了这身官皮，即刻押解回京问罪。公公饶命，县君饶命啊！下官是被猪油蒙了心啊！县君大人开恩啊！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带走。末将寒山千户顾燕，拜见县举大人。县君如今身份尊贵，末将那点微薄的军功和俸禄，怕是连县君府的门槛都跨不进去了。顾千户少来这套，我早说过，你的红布包我收了。这寒山方圆百里都是我的地盘，你顾燕也是我地盘上的人，这门亲事，皇上老子来了也拦不住。顾贼头，顾千户，赶紧把县君娶我屋头去！好，3日之后，吉日良辰。我要让这寒山寨办一场全天下最热闹的流水席，迎娶我的县君过门。